坛，流量男星一度是各种话题与流量榜单的宠。王一博、杨洋、朱一龙等鲜肉代表，曾凭一部剧、一支广告、一场综艺就能牵动无数粉丝的热情。但近年来，关于被点名大势已去流量男再翻红的讨论不断发酵。这种现象折射了娱乐产业结构膨胀后的缩减，也揭示了公众口味从狂热到理性，社会心态从追逐到反思的转变。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变化？是个人发展节奏的问题，市场推心疲软，还是粉丝文化的降温？下面我们一一拆解，试图透视这群热门明星为何难以重返当年的巅峰，并由此引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反思。流量明星标签意味着高关注度，但并不必然对应艺术和作品质量的支撑。年轻观众的热情一旦没有持续输出优秀作品来稳固基础，会迅速出现粉丝觉醒与作品缺位的错位感。过去，杨洋靠你是我的荣耀赢得数十亿播放数据，也赢得了人就是在不同年纪反复爱上杨洋的网络流行说法。但随着流量红利式微，市场多元，内容疲劳，光靠粉丝氛围难以撑起行业资源倾斜。一旦粉丝呼声未能转化为广泛观众支持，流量就很快坍塌。这也反映出娱乐产业正经历结构调整，从粉丝为王逐步回归作品导向。曾经风头正劲的王一博、杨洋、朱一龙，如今正面对新一代流量明星的接力竞争。国内每年涌现大量年轻艺人，资本、平台热切寻找新面孔，云集各种选秀、社交媒体热点话题。这种市场注意力的快速转移，让原本的顶流在曝光频率与话题新鲜度上难以对抗。杨洋自《你是我的荣耀》后，虽仍有作品，但爆款效应逐渐减弱。朱一龙虽通过电影与电视剧持续保持口碑，但商业推广上的曝光已不如过去。王一博虽持续出现在综艺、公益与体育活动中，但品牌代言和影视片酬压力使其必须考虑内容选择的精准与市场呼声。新艺人崛起，让资源分配趋于分散，而大众口味的更新更快，昔日的狂热容易被下一个替代，明星不能单靠既有成就吃老本，市场从一个顶全场变成轮番出场。自2021年以来，中国多次发文整治饭圈乱象，引导行业摒弃粉丝非理性行为，强调艺人公众形象与社会责任的界限。这让曾被动摇或过度营销的明星对产业期待重新定位，粉丝关注再高，也必须建立在作品受益、行业认可与行为负责任之上。年轻艺人王一博继续以正面形象出现，如成为野生救援公益大使，为穿山甲保护发声，担任奥运赛事推广大使，并获得多个提名与荣誉。但这也意味着他要承担比单纯流量明星更加复杂和沉重的公众身份。他的每一步都需被审视，如何在维护形象与突破作品之间取得平衡，挑战他比当初入圈更具难度。短平快的网络爆红时代进入尾声，许多观众逐渐从一部剧带火一位明星的冲动，转为作品好才持续看的心态。剖析王一博、杨洋、朱一龙现象，其实也反映了观众心智成熟的变化，他们依然关注，也仍愿意支持，但条件更加苛刻，期待更多真实演技、更具品味的作品、更有温度的个人表达。朱一龙虽频繁获奖与网友喜爱，但真正能触达更广泛观众的是那份演而优则演，不炒作、不过度营销的职业素养。王一博在影视、综艺与运动领域多点开花，但如何将多元身份转化为持久关注，这是他持续进阶的关键。被点名大势已去或许并非真实写照，而是一次产业逻辑的重置。王一博、杨洋、朱一龙这些顶流正处于从热门走向经典的十字路口，他们如何在众生喧哗中保持创作热度？如何用作品说话，而非仅靠粉丝激励？真正的翻红不是重现狂热，而是建立更深层的观众信赖与作品认同。在新的时代，坚实的演技、优质的作品、自洽的公众形象，将为他们赢得另一种形态的大势。
在过去的流量狂热阶段，资本往往倾向于追逐人气最高的艺人，把他们捧到资源顶端，以求短期内收割市场收益。王一博、杨洋、朱一龙也因此成为影视、广告、综艺的常客。只要作品播出，必然伴随着庞大的数据与关注度，这给资本带来了快速变现的可能。然而，随着市场进入冷静期，投资人和平台越来越注重回报率。简单来说，作品是否能长期带来口碑与收益，远比单纯的播放量更重要。例如，某些流量剧上线初期热度爆棚，但很快口碑下滑，导致后续广告植入商大幅撤资。电影市场更加看重故事内核和演技，单靠粉丝票房远不足以维系高预算投入。在这种逻辑下，资本会优先考虑稳健型演员，而非仅凭粉丝应援撑场的流量明星。这对顶流而言是一种倒逼，他们必须拿出硬核作品，才能重新成为资本青睐的长期选择。王一博、杨洋、朱一龙在国内拥有庞大粉丝群体，但当娱乐产业放眼海外市场时，国际观众的偏好与评价体系明显不同。欧美市场更注重角色塑造、故事厚度，日韩市场强调团队配合与文化输出，这些都让单一的流量模式难以奏效。近年来，王一博尝试通过电影《无名》热烈展现更广阔的表演层次，也逐渐在国际影展获得关注。朱一龙则凭借文艺片形象，开始触达小众但更专业的海外观众群体。这些努力无疑说明，如果要重新翻红，他们必须突破国内流量循环，去寻找更高层次的舞台。然而，国际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这需要语言、作品题材、制作水准等多维度的匹配。对粉丝而言，也许仍然愿意为偶像买单，但对于海外观众来说，最终还是要靠作品打动人心。过去几年，饭圈文化不断被质疑，应援打榜、控评、刷数据等行为曾让流量明星快速登顶。但在政策与社会舆论的双重作用下，粉丝群体逐渐开始理性化。越来越多的粉丝从唯流量论转变为作品导向论，他们更愿意为偶像的作品买单，而非单纯参与无意义的打榜。例如，朱一龙的粉丝会自发组织观影团，为其电影票房做贡献。王一博的支持者会关注他在赛车与公益方面的成绩，并在社交平台扩散正能量。杨洋的粉丝也开始强调作品积累，期待他能突破以往的角色类型。这种转型让流量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健康，但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没有新作品，粉丝的支持不会像过去那样无条件。这既是挑战，也是他们走向长期发展的机遇。面对难再翻红的质疑，其实王一博、杨洋、朱一龙并非全然失势，而是处于新的转型期。他们若要重新赢得大众与资本的青睐，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作品为王，选择更具挑战性的剧本和角色，用演技打破固有标签；多元化发展，在影视之外寻找突破口，例如舞台剧、国际合作、纪录片拍摄，甚至是公益事业；正面公众形象，避免争议，持续输出积极影响，成为社会榜样；与粉丝良性互动，以作品为核心，减少空泛营销，让粉丝支持更有意义；国际舞台突破，借助影展、跨国合作，摆脱单一市场局限，打造更广阔的知名度。如果说过去的翻红依赖流量狂热，那么未来的翻红则依赖实力与价值的叠加。顶流们要学会走出舒适圈，把自己从偶像打造成真正的演员、艺术家和公众人物。当被点名大势已去的声音四起时，或许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娱乐生态的必然进化。王一博、杨洋、朱一龙仍然是行业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挑战并非热度消退，而是如何在理性时代保持常青。